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羽毛球自学之路，我是 Danny， 我们一起当自己的教练。我们今天呢要各位介绍的是正手往前小球，正手往前小球。那打算教各位往前放小球跟勾对角，那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。那我们在练往前小球的时候呢，其实呢我们就一样把它拆成2个阶段来练习。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先做定点的练习。所谓定点的练习，就是你站在网子前面。你就是做弓箭步，你就找到白线附近，你跨弓箭步出去，刚好可以跨到网子就好了，就这样子去做一个这样的动作。那你在做定点练习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先不要去练这个复杂的脚步，第一个阶段呢，你就先做弓箭步，你站好弓箭步之后呢，找人丢球给你，丢球给你，你就去做放球的动作，那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先站好弓箭步之后呢，一个适当的弓箭步。那这个弓箭步呢，你在练习的时候呢，我会希望你让你的身体有重心转换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的重心呢还没有打的时候呢，你先保持在左脚，左脚在这边，保持在左脚。那你打的时候呢，你就让重心去右脚去打，去右脚去打。那你去推动你的身体，从右脚到左脚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？我现在跑一下给你看。假设我从后面跑上去，你们看到，重心其实最后一步是在左脚，但是最后才会到右脚去踩下去，做一个这样的动作。这个是重心的部分，我们讲完重心的部分。再来呢是手，我们手呢，你的左手呢需要你去平衡，左手需要平衡。为什么需要平衡呢？因为你打完球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的重心都在右脚。那如果说你的左手呢，你就一样过来的话，哇，完了，这样很重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可能是9:1了，所以你要平衡一下，就有点像展翅的这种感觉，所以你就这样展一下，这样去打球，顺便把重心从后面换到前面去，所以你不要这样去接。这样去接你就没有重心转换。那为什么不要这样去接呢？因为你看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你一放球，对方如果放对角嘞，你看这不是顺向角，这个是顺向角吗？其实应该不算是因为是这样斜的所以你这样子你就不好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这种脚步不好跑。可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这样的脚步，我如果要跑去那边，你就可以直接这一脚蹬下去，直接做一个跑的动作，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跑。所以呢，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在打球的时候呢，你要很习惯，平常就不断的练重心转换，重心在后面，重心打前面接球，在后面打前面接球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，希望你架拍的时候呢，你的拍子就直接架出去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接小球了，所以呢，你的拍子就直接我们抢高。我们就抢高，除非你不能抢，那不能抢就只好在下面没关系。可是你就是拍子，是一开始先让你的拍头，朝上我们去抢。那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身体如果重心换到右脚去，我身体往前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。你们看到我的手推上去了，手推上去了，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手本来比你的拍面是还低的，可是你推上去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变高了？它变高了。那我希望这个动作呢，是你自然产生的，而不是你故意去做的。你故意去做就变成这样，你故意去做，所以希望它是自然产生的。那这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我们会希望呢，你在打小球的时候呢，它有一致性。所谓一致性呢，就是你看我做这个动作，当我自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是可以挑球的。我可以顺便做挑球的动作，再来呢，这个动作也可以做勾对角，我可以这样勾对角，我可以去做勾对角的动作，所以变成你的往前要放球的时候呢，你的对手其实不太敢冲上来，因为他不知道你会不会挑球，再来他也不敢直接冲过来这边抓你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勾对角。这个就是你做的时候，当你的动作做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，你这个动作要有一致性，而且你这个动作呢，最好对他来说，他是猜不出来的。
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练这个动作呢，你就要想说，我这个动作能不能打刚刚我讲的勾对角，还有挑球哦，甚至你还可以打平推哦，这样是最好的。所以说呢，在动作的一致性上面呢，我们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。所以说，你就说，我放球的动作对不对？哦，那你在平常在练的动作呢，你就要把它练成能够有变化。哦，我随时可以再做另外一个动作，那就会哦，将来你这个球呢用起来呢就会有威胁性，因为你只要一做这个动作，对方都不敢动，他就只能等你打完，他才动这样子，所以你这样会很有威力这样子。好，这是第一件事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打球的时候呢，我先捡一颗球，哦，我们打球的时候呢。我会希望你呢，球呢，球我们要去找球头，就是刚刚那个接触的动作，我们要去找球头。你的球不要这样打，这样打球是不会旋转的，球是不会旋转的。那我们会希望呢，你的拍子是这样，一瞬间是这样，会有这个包球头的动作。那一包球头，你就会给球一个推力，球会怎么跑？球会这样，它就会这样滚，所以我们要一个这样的动作，这样的动作，所以我们拍子是拿这样嘛，我拍子拿这样，刚刚我们的动作是这样，拍子拿这样，我的球头是这样，我打的瞬间呢，我是这样放平，球就会这样滚，就会这样滚，过去，所以我们会是希望这样子，那你就要去练习这个摆平的动作，你摆平的动作要练习这个，这一点点而已，你要注意，真的要很注意看，就刚好我这样做完的时候，你看我这一个轻微的动作摆平，那也许还有其他教法是教你，他是教你转手指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转手指对社会组来说，刚开始的时候太难了，你要转手指太难了，反而是你利用这个身体，你看我这样子吧，摆这样子，然后我手腕放松松的，手腕放松，我这样推。你看我拍子会有一个这样刚好摆正的力量，你利用这个身体去打会比较好打，你看我的拍子并没有刻意这样，刻意的这样，所以我是这样摆它而已，把它摆正而已，利用力量推过去。那你这个摆正的力量呢，你去推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球推过去，把球推过去。还有呢，这个力量的利用呢，我做个动作给你们看哈。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本来在打小球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会打小球？就是你站在后面的时候，你在这边准备的时候，你就要打双打，对方突然切球，你要冲上去，所以呢，你真的可以到这么高的地方打球的机会，其实没有很大。如果真的你有办法这么高的话，其实你大可以就直接扣球了，所以通常都会是什么情况？通常都会是你冲上来的时候，你都会在差不多是这个高度。而且呢，你看冲上来之后，你要一个刹车的动作，那我们就利用这个刹车的动作呢，刹推，刚好这个推的动作刚好是把拍子摆平的动作，你刚好给把球去做一个戳球头的动作，就刚刚讲的那个动作，这样刚好摆正，那你刚好可以把球戳过去，所以我们变成一举两得。你看我来到这边，我要刹车。而且同时做一个戳球头的动作，变成我就不用做一种比较奇怪，你可以看到有人是这样，他来这边削，他来这边这样削，他就是变成停完他在削的动作，它是两个动作，那我们明明就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呢，最好是你能够直接去，你看一停完动作刚好做出来，刹车的动作刚好摆下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戳出球来，再来呢，我会希望你刚开始练习的，你也不要去练这个手指的动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很细腻，太细腻了，你要很急，然后去那边刚好用手指，刚好用这样的力量，真的难度非常高，不好练。那比较简单的方式呢，我们就用我们冲上去，这个推的动作就好了。你看你手腕放松，你自然会有个推的动作。
那你不是说打球手腕放松吗？可是因为这是小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手腕一抓紧，其实都是太大力的，都是太大力的。你手腕放松就可以了，哦，手腕放松就可以。你打到球头的话，它就是很 OK 的。好，这个大概就是手的部分啊，手的部分我们再复习一下。手的部分呢，第一个你就是要有一致性哦，我要能够放球，哦，勾对角，哦，保有挑球的姿势，哦，这是一个，哦，再来就是你呢要平衡，哦，所以你刚才看到我有平衡，哦，还有重心转换你做好，哦，大概这样子就不太会，在你能够掌握放小球的重点，啊，要往前小球的重点，啊，再来是呢，我们就要讲一下脚步了哈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希望你在练习的时候呢，啊，一开始你先做这种练习哈，哦，先做第一个，你先做，哦，弓箭步，啊，就练习放，啊，练习放，啊，重心转换练习放，这是第一个，啊，再来呢，你练到这里之后呢，好，第二个阶段，你就可以做这样的练习，你就先也不要启动，你先跨出去，啊，直接跨，啊，这样你能够练习，啊，直接跨，啊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啊，这个你也做完之后呢，再后退一步，再后退一步，啊，做最后真实模拟的练习，真实模拟的练习就是在你防守步，啊，直接防守步，啊，启动，啊，回来，啊，启动。好，你做一个这样的练习。好，你做一个这样的练习。那这样子你就能够把3个阶段的练习都做完。那这3个阶段，说实话没那么容易哈。以前我在练的话，我都是找一个球友，哦，我们准备的球大概应该400-500颗有吧？哦，我们就互相丢一篮，丢完给对方练，哦，再换他丢一篮给我，哦，我通常都是练个2篮才回家，哦，那大概练的莫约大概每个礼拜1次，练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哦，我才觉得我对于往前小球有一个真实的掌握啊。当然我们不是只有练正手而已，好，我们还有练反手。那我们今天就只有讲正手的部分，啊，正手的部分，好，那脚步的部分呢，我们再补充一下，哦，其实脚步的部分呢，你刚刚在跑，你应该有发现，哦，好，如果你已经知道球都在那里了，就看你打算怎么练，哦，第一个你是直接伸成顺向脚，哦，哦，我回来，哦，我就顺向脚直接上去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种方式，哦，这个是比较省力的方式，哦，你也可以先这样练，先练顺向脚，再来呢，你是直接练启动是平行脚的，哦，平行脚的，你就平行脚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正手小球啊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正手往前小球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好，谢谢各位。